我自带空间物资穿越59年代，并且穿越到与自己中专毕业同名同姓的孤儿身上。通过记忆了解到，原主父母去世后，堂哥为了继承原主工作，被堂哥敲了闷棍；爷爷奶奶为了原主，也被迫和大伯一家分了家。再次睁开眼，我穿越回到原主被敲闷棍当天。疼，头怎么这么疼？我在哪？我在干嘛？头为什么这么疼？王富贵捂着脑袋，忍着疼痛向四周看去，可以看到日历上写着几个字：1959年7月3号。1959年，难道是我穿越了？正在王富贵疑惑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时，院里传来吵闹声。院中一男一女的中年人，还有2位老人以及2个女孩站在边上。爹娘，富贵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把他那个工作入职单给我们家魏军吧。他去了城里上班，变成城里人，不是一样孝敬你们吗？富贵是谁？是我吗？王富贵疑惑的同时，脑袋再次传来疼痛，只是这种疼痛比刚醒来时候疼上不少。突然一段不同的记忆涌入脑中，原来自己叫王富贵，爷爷奶奶把他还有2个妹妹一起养大，自己喜好读书，爷爷奶奶吃了很多苦，把自己供到初中，自己也算争气考上了中专，最近刚刚毕业，分配到了49城国营第一纺织厂做采购工作。是啊，爹娘，富贵都昏了2天了，要醒的话早就已经醒了。实报道1天的就少挣1块多钱呐。去年我们一家到年底才结余11块4毛钱啊。我可是听说入职单上都是有报到时间的，时间过了这个单子就作废了啊。我说为啥醒来头这么疼？原来是被敲了闷棍才导致自己晕倒的，自己只是晕倒就上门来抢属于自己的工作，想的倒是挺美啊。娘，你就劝一下咱爹吧，富贵现在躺着以后也要人照顾，魏军去49城上班挣钱，还能给他补贴一点啊。你和老三家都别想了，富贵只是磕到了，暂时没醒。爹，咱们家魏军如果能去城里上班，就可以找有工作的城里，到时候媳妇也可以找工作，到时候就是您2老，还不是等着享福啊？享你们的福，那我可等着吧。爹，我可是听说了，富贵这就是醒了，也是一个傻子。爹，这个你是知道的，隔壁村里不就是有吗？摔倒头醒来谁都不认识了。对呀，爹，你放心吧，富贵醒过来就是傻子，我们家肯定照顾他一辈子的。接着，一个13、14岁的小姑娘哭了出来，看来是被吓着了。刚刚说的中年妇女一脸嫌弃地看着小女孩：“你这个扫把星，我嫁过来时候听说你是天煞孤星，你刚刚出生，你爹妈就被你克没了。再看看你哥哥现在也被你克没了吧，还有脸在这哭。”你不要乱说，我哥哥没事，只是睡着了。爹娘，难道你真的要把这个机会白白浪费掉，都不给我们家魏军吗？难道他不是你孙子，我不是你儿子吗？够了，我怎么就生出你这样一个玩意儿？富贵是你侄子，从小没有爹妈，你平时不说照顾一下，自从摔倒到现在，你有一句关心的话吗？我看你是巴不得富贵醒不过来是吧？不说富贵还没赶，就是没了工作，也轮不到你们2家，他还有亲妹妹呢。大丫头今年也17了，难道不能继承他哥的工作，显得你们了是吧？现在就给我出去！中年夫妻看是没希望了，老爷子铁了心不会把工作给让出去来了，最后一脸怨恨地撂下一句狠话：行，爹娘你们以后就跟着这2个丫头骗子过吧，你们不能动时候也别指望我给你养老，没了我都不会给摔盆的。说完2人就离开了。王富贵听着他们的争吵，从记忆中知道了原主和自己同名同姓，而且从小都没有父母，只是原主比自己好一点的是有疼爱原主的爷爷奶奶，还有2个可爱的妹妹，不像自己从记事起就一个人啊。我头怎么这么疼啊？院里众人听到少年的叫喊声，急忙跑进屋里，只是少年叫声越来越小，到最后停止喊叫，并且睁开眼睛。那既然是同名同姓，这也是一种缘分，以后你的爷爷奶奶由我来孝敬，一定保证他们衣食无忧，2妹妹一定养得白白胖胖的，不让他们再受一点的苦。从这一刻起，我就是王富贵，我就是你了。爷爷奶奶，我有点饿了。听到孙子能认识自己，并还能叫人后，老太太眼泪直流，老爷子眼眶通红，转身对正在哭喊的孙女说道：“去给你哥哥做点吃的，家里我记得还有2鸡蛋吧，煮了给你哥补补。”2个丫头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急忙往厨房跑去。富贵啊，你好好的，怎么就摔到沟里了？王富贵现在已经继承了全部记忆，当然知道怎么回事，自己是被人敲了闷棍了。看着家里是老的老，弱的弱，还是不把这个真相告诉他们吧，免得他们担心。爷爷，我也不知道呢，就是眼睛一花就踏空掉下去了，正巧头磕在石头上了。好了，现在醒了就好了。这2天可是把我们给吓坏了，那里感觉不舒服，和爷爷说，就是这把老骨头卖了也要给你治好。很快2位妹妹就端着一碗面条，上面放着2个鸡蛋。王富贵知道这是家里最好的食物了，就算是过年也不一定能够吃到白面的。这碗面条放在面前，怎么都吃不下。大孙子，是不是那里不舒服啊？要不再躺下休息一会？爷爷奶奶，这么大一碗我吃不下，要不我们分着一起吃吧？怎么会呢？大小伙子，一碗面条还能吃不完啊？快吃吧，大孙子。文香，听你哥的，把碗拿过来。
爷爷对这个孙子还是很了解的，虽然听话，但骨子里是一个固执的人，认准了的事情就不会回头，不然整个王家洼这些孩子怎么就他考上了中专？最后还是奶奶亲自分的面饼，只是最后一大半还是进了王富贵的肚里，鸡蛋吃了一整个，剩下的被爷爷奶奶还有妹妹分了一个。吃过饭，躺在床上的王富贵便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感觉自己在一个小型的农场之中，地中间是一条河流，大概有5米左右的宽度。很快就意识到这个是空间，花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弄明白，空间里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空间时间的流速是外面的2倍。第二天一早，王富贵起床吃过早饭，就要跟着爷爷还有大妹文红一起下地干活。你在家好好休息，没几天就要去上班了。王富贵没有办法，只能跟着奶奶在家。奶奶，我去转转，顺便看看能不能钓到鱼。行，注意安全，还有早点回来，马上日头就起来了。离开家中，王富贵往村中西头走去，那里有一条大河。来到村西的河边，通过意念控制空间，不断的向河里面试探。慢慢的，王富贵就通过空间感受到不少的鱼虾之类已经被收纳到空间河流之中。空间里的大鱼已经有了7、8条了，每一条都在5、6斤以上，大的更有一条到了10来斤了。看了看地里干活的人已经下工了，王富贵也就从空间中拿出2条5斤左右的鲤鱼，一只手拿着鱼竿往家中走去。这个2条鱼可不小啊！三爷爷，2条鱼可花了不少时间才弄上来啊。走到大伯家门口，看到了大伯母，本不想说话，就是他儿子也是自己大哥打的闷棍。富贵，早上听爹说你醒了，哎呦，钓到这么大2条鱼啊！今天就在我家吃，把你爷爷奶奶都叫过来。不敢劳烦你，我怕你家做着鱼下锅都能少一半。大伯母刚要说道，就听到爷爷在后面说道：“你这个孩子刚刚才好，怎么能去钓鱼呢？再掉到河里咋弄啊？”爷爷，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性，你看这2条鱼咋样？大吧？不错，快点回家放水里，留下次赶集，拿到供销社去换点东西回来。爷爷，不用这样省了，过几天我就去厂里报道，到时第1个月就能拿32.5块，还有各种补贴，完全可以让家里过上好日子啊！所以今天中午我们就吃1条。大伯母看到王富贵得意的样子，心里恨的是牙根痒痒啊，可是嘴上还不能说什么。那今天中午就吃1条。文红啊，你去把你大爷爷叫上来家里吃鱼。妹妹听到，快速的往村中间跑去。王富贵跟着爷爷一起回家，刚刚走到家门口，就看到奶奶站在门口着急的等着自己。奶奶，天这么热，你站外面干嘛？快点进去休息啊！大孙子，不是让你早点回来吗？你刚刚才好，可不能再有啥，不然我和你爷爷怎么活啊？我没事的，奶奶，我们快点进去吧，不然鱼等一下就全干了。回到院里，把1条鱼放到鱼缸里面，另外1条王富贵刚要动手杀，就被奶奶阻止。富贵啊，这么大的鱼杀了可惜了，等下午我拿到公社供销社把鱼买了换点钱。算了，还是杀了给富贵补补身子吧。另外1条你下午拿去卖了换钱吧。奶奶，今天午饭我来做吧，好不好？让你和爷爷尝尝我的手艺。行，那今天我就和你奶奶提前享一下孙子福。行啊，我们先做饭吧，等一下再贴上一锅饼子，味道肯定不会差。在这个饭都食不果腹的59年代，男人却带着爷爷奶奶和妹妹顿顿吃着大鱼大肉。别人在这个年代见到野猪被追着跑，而男人见到野猪，野猪被他追着跑。只因男人带着空间物资穿越而来。此刻穿越过来的王富贵靠着空间抓的鱼，正在给家里改善生活。王富贵出来时候，大爷爷已经和爷爷坐在一起聊天了。富贵啊，醒来感觉咋样？以后可不能再赶夜路了。现在已经全好了，放心吧，以后可不赶了。大妹，你去把碗筷摆好，马上就能吃饭了。家里只有半瓶东西了，所以爷爷他们老哥俩想喝多也没有。吃完饭是2个妹妹在收拾，王富贵说了一声就出去溜达去了，顺着家后面上山的小路往山上走去，大概15分钟左右。走累了，看着周边，发现还有不少的野果树，摘下1颗尝了尝，太酸了。一会儿就听到对面有动静，王富贵发现了离自己不远处有几头野猪，最大的只有110来斤，小的只有20、30斤的样子，总共有7、8头。看到野猪，王富贵心里无比的激动啊！这个时代肉可是硬通货的，自己要是把这些野猪抓到空间，那压根就不用愁了。平复一下心情，王富贵计算一下距离，在野猪发现的瞬间把野猪给收进空间里面。看着空间里的野猪，现在就是想着用啥好的理由把野猪给拿出来。看了一圈，发现不远处有一大片的枸杞，可以假装野猪误入，被缠住就行了。就把少部分枸杞藤蔓收进空间，选一头最大的野猪，用藤蔓缠好，确认野猪不能动后，再放入面前的枸杞地里。做好一切后，王富贵立刻往家中跑去。爷爷，大爷爷，快点拿上东西，还有绳子和棍，跟我去山上一下。富贵啊，你慢慢说，怎么回事啊？是啊，富贵等气喘匀了再说。爷爷，刚刚在山上的小溪边看到1头野猪被困在枸杞地里，我没赶上前，所以就赶忙跑回来叫你了。你看清楚了，有多大啊？我看不大，只有100斤左右。快点吧，去蛇我怕它跑了。接着
老哥俩就拿着工具叫王富贵在前面带路，一路上压根就看不出两位老人加起来130多岁。王富贵带着他们来到枸杞地旁，最后两人才抬着野猪回家了。很快，王富贵抓到一只野猪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大伯一家、三叔一家听到消息想帮忙，被奶奶撵了出去。立业，你们兄弟两个怎么不去帮忙啊？你堂哥已经进去了啊。是啊，魏军嘛，还有魏俊嘛，你公公家杀猪，你们不去帮忙，难道还想吃现成的？大伯母还有三婶听到消息，第一时间就想来帮忙，顺便能吃点肉，说不定回去还能拿上2斤肉回去。谁成想还没进屋就被婆婆给赶了出来。王富贵看到他们两家都在，故意说道：“大妹啊，你去把丽发叔他们一家子也喊过来，今晚我们全家人一起热闹热闹。上次一起吃饭好像还是3年前吧？”“是啊，上次一起吃饭还是我们富贵考上中专那天，我可记得那天你奶奶把家中下蛋的老母鸡都杀了。”“丽良叔，今天你掌勺，就算是为了庆祝我上班，我们一家人再聚一次。”大伯母和三婶两家人听到王富贵一口一个一家人，脸色是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啊！外面人说的话，坐在院里的爷爷他们都听到了。王家洼本来就是一个宗族，就现在村里也只有几户是外姓。看到外面那么多的孩子，大爷爷便说道：“富贵啊，等一下用猪骨头还有内脏烧一锅猪杂汤，让村里每家人都分一点，你看行不？”大家都是一个姓，这几年爷爷年纪大了，在下地干活时候，村里人都多有照顾。王富贵当然愿意了。大爷爷，这个事情你决定就好了，我没意见的。是个好孩子，那我就去通知了。接着，大爷爷说完就往院外走去。好了，都别围绕了，就这么大的野猪，富贵家条件你们都知道，不可能把肉都分了。所以刚刚富贵说了，等一下收拾好，烧上一大锅的猪杂汤，给每家都分一点，都回家拿大碗去。听到大爷爷这样说，村里人都高高兴兴的回家拿碗去了。大伯母还有三婶也拿着碗过来。还有真不要脸的也来呀！要脸就不会算计侄子的工作了。谁说不是啊？现在富贵身体好了，以后是4、9成上班的工人了。看吧，后悔还在后面呢。猪杂汤很快就烧好了，里面还放上一些萝卜土豆，油脂的香味充斥在晚霞的微风中。爷爷，大爷爷，我刚刚出去数了一下，我们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好像不多啊，具体有多少我不是很清楚啊。我们村60以上的岁数的，不算上我的话还有7个，其中1个73了，另外1个有82了吧？富贵，你问这些干嘛？大爷爷，这几年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知道村里老少爷们能搭把手的都帮忙了，不然我这个学上的也不安心。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每家有60岁以上老人的，我们给上1斤猪肉，没有老人我们给上半斤，总共我们村不算你们两家，总共只还不到40多户。没几天我就要去4、9成上班了，爷爷奶奶还有2个妹妹还要在村里生活，以前没有能力回报大家，今天运气好抓到1头野猪大火，都分点，算是我回报他们这些年对爷爷奶奶的照顾了。你看我这样安排行不行？大爷爷一脸严肃又一脸惊愕地看着王富贵，心里不由得感叹弟弟养了一个好孙子，不止学习好，这品行更是没得说道。富贵啊，你可要想清楚了，这野猪肉我看了只有50、60斤啊，这样分下去可就一半没了啊。爷爷，你同意我这样的做法吗？哈哈哈，不错，富贵你能这么想再好不过了。平时下地干活做的都是最轻快的活计，咱以前没有机会，今天算是回报大家一二吧。奶奶去房里拿东西，听到要分猪肉，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想到孙子这么说确实在理。2个儿子不孝顺，但平时村里面大家伙还都挺照顾自家的，不然3个孩子真的不易养大，更不要说上学了。老四，富贵你教的不错，比利兄弟2个人一多了，我去告诉大伙一声，让他们都高兴高兴。戴爷爷一出现，很快就没人说话了。不止他是村里的队长，按照原来的说法，他更是王家的族长。很快猪肉还有猪杂汤都分好了，大伯母和三叔家什么都没分到，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去了。2家人做了5斤红烧肉，还有猪骨头汤，外加排骨炖的萝卜。大爷爷还把家里的东西拿了1瓶过来，老哥俩又喝了一顿。吃的差不多时候，王富贵开口问道：“大爷爷，村里还有麦种、玉米种、地瓜、水稻种这些吗？有棉花种也要一点。”富贵啊，现在大家又不种地，你要这些种子干嘛？我们学校有农业专业，在学校我有一个关系不错的学农的同学，他是4、9成城里人，也没农村的亲戚，放假时候就请我给他看看能不能买点种子过去，他好研究一下，不多，每样能种1亩地就行了。行，等一下你跟着你立发叔去村部一样给你一点，什么买不买的啊？好的，大爷爷，那我替我同学谢谢你了。大爷爷和爷爷把最后一点东西喝完后，2个老头又一人吃了2个窝窝头，才放下筷子。富贵啊，准备什么时候去报道啊？早点去，早点挣钱。四叔在家有我们照顾，你就放心吧。我6号一早上过去，争取上班前到厂里报道。第一天肯定事情不少的。行，6号早上你立梁叔赶骡车送你过去，可不敢再让你一个人走路了。行，听大爷爷你安排就行了。立发时间不早了，你带富贵去村部看看有哪些种子是他同学需要的。村部在村的最西头，走过去大概要10来分钟时间。叔侄2人都没有说话，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
来到村部后，立发叔打开仓库，叫王富贵自己进去，想要啥自己拿就行了。王富贵看了看，小麦、玉米、大豆、稻种等常见的种子这里都能看到。王富贵算了一下，100亩地，如果都种上他需要的种子就太多了，种上10亩麦子，5亩水稻，其他的各种1亩就行了。富贵选好了吧？给叔拿着，我送你回去吧。不用的，我自己回去吧，没几步地的。立发叔不给王富贵拒绝的机会，直接从手里抢过来。走，富贵，不送你回家，叔不安。一直来到家里的院门口时候，立发叔才把袋子放下。行了，自己进去吧，我回去了啊。谢谢你，立发叔。洗完澡，王富贵一个人躺在床上，进入空间看看，几个野猪躺在一起睡着了，没啥问题后就开始规划种植了。只用不到1分钟，已经把种子全部种下地了，大概只种了有不到30亩的样子。第二天吃过饭后，二妹便对着王富贵说道：大哥，你去4、9城上班，多久才能回来一次啊？是不是还和以前上学一样啊？怎么了？那你希望哥哥多久回来一次啊？当然是能天天见到大哥才好。大哥能不能带我一起去4、9城？你小丫头想啥呢？你跟去4、9城，你大哥还怎么上班？还有你不上学了。等大哥安顿好了，到时候把你、大妹还有爷爷奶奶都接到4、9城，到时候咱们一家人又能天天在一起了。那大哥，你要快点安顿好。大哥尽快安顿好就回来接你们。大哥，我也要好好念书，考中专，到时候也能去4、9城上班，到时候就不用大哥养我们了，我挣钱给大哥花。那大哥就等你。大哥，我们去摘点杏子回来吃呗。奶奶，我带蚊香去屋后摘点杏子回来吃。行，少摘点，摘多了吃不了就坏掉了。接着两人没过多久，已经摘了1篮子了。大哥，够了，再摘回家，奶奶要骂了。回家洗干净，就开始吃杏子，酸酸甜甜，味道不错。王富贵把杏核放入空间里，这也算一种果树了。蚊香走，我们下田给爷爷大妹他们送杏子去。奶奶告诉王富贵，今天爷爷他们在村南头的地里除草呢，叫他快去快回。富贵来了，是来地里找你爷爷的吗？是啊，丽丽叔，杏子熟了，我给爷爷和大妹送一点，来你也吃杏子。再走几步就看到爷爷和大妹在地里干活了。爷爷、大爷爷，我给你们送点杏子来，这个天正热，吃点杏子好解渴。爷爷还有大爷爷他们在边上聊天，立发叔的大儿子魏烈哥和在王富贵一块。魏烈哥，下午还下地干活不？如果不下地，我们一起进山啊。魏烈大哥今年已经25岁了，结婚已经6年了，2个儿子，大的5岁叫毛蛋，小的3岁叫狗剩。不行，下午还要干活呢，你去找魏刚吧，他下午没啥事情，正好你们兄弟2个都好久没一起玩了。魏刚是立发叔家的小儿子，今年19岁了，比王富贵大1岁。大伯家的大儿子王卫军经常欺负他，每次都是魏刚上前帮助自己。初中毕业后，魏刚就去隔壁村学习木匠手艺去了。魏刚哥什么时候回来的？说到家吃中饭的，我估计这个点应该到家了，你去家看看。王富贵听到后，立刻往村中跑去。这个小东西从小就分不清远近，上小学时候就会勾结外人一起打他大哥，也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考上学了。大嫂，我也是实在搞不清楚，公爹咋就这么喜欢这小子？你不懂，那个老二长得跟咱爹一模一样，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似的，从脾气、秉性、说话都是，所以从小那个老二就受宠。哦，我看富贵也不像咱爹啊，估计是像老二媳妇。王富贵一路小跑到大爷爷家，带奶在和左右2个邻居在一起唠家常。富贵啊，那么热的天跑什么？是不是又有啥事情？大奶，没什么事情，就是我刚刚在地里听魏烈哥说魏刚哥回来了，我就跑回来看看他到家了吗？你这个孩子真是的，他回家一时半会又走不了，你急什么？他也刚刚才到家，也一回来就打听你呢。王富贵还没等说完就往院里走去。魏刚哥，你回来了也不说一声，要不是我去地里魏烈哥告诉我你回来，我都不知道。富贵，我刚刚到家，我听人说你摔到脑袋了，那时候我跟着师傅在隔壁公社做活，最后一点收尾不好回来，这不上午做完我就往家赶了。看来你是好了，脑袋没摔坏吧？没事，只是摔闷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罢了。走去我家吃饭去。等一下啊，我把买回来的东西带上一些，去看四爷爷、四奶奶。接着拿上东西，兄弟2个就这样往王富贵家走去。虽然都是一些不要票的东西，但对于还没出师的魏刚来说，已经是尽最大能力了。富贵，你和我说实话，你是真自己摔的，还是怎回事？是别人敲我门棍的，这个我知道，但是你别给我说出去。我刚刚晕倒，第2天他们就迫不及待上门抢我工作，想得倒挺美的。是不是魏军那孙子干的好事情？走，跟我找他去。打他一顿能干嘛？你看着吧，不到半年，我肯定让他们2家都后悔，跪到爷爷面前认错。行啊，信我一回，我都计划好了。咱们说点开心的，你有口福啊！你不知道我昨天早上钓到2条大鱼，家里现在还1条呢，还有不少野猪肉。今天中午我们兄弟2个做饭，行不行？行，听你的。
你现在长大了，又读了这么多书，肯定有办法的。路上魏刚哥也想明白，打一顿肯定太便宜他了。那是等我在城里安顿好了，找关系看看能不能在城里也给你找一份工作。你放心，咱们兄弟两个肯定不会就这么一直分开的。行啊，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哥哥，我能不能进城上班，可就看你了。放心吧，最多明年这个时候。就这样，两兄弟来到家里，两兄弟进入院子。四奶奶，我来看你了。侍卫刚回来了啊，快屋里坐着。你怎么每次回来都带东西？这些都是不要票的东西，不值几个钱，就当四爷爷解个闷。奶，今天午饭就让我和魏刚哥一起做吧，你和文香歇着。行，今天中午烧鱼、烧肉。富贵昨天那鱼还有3段，你都给烧了。肉的话就红烧肉炖豆角。这么些好吃的，那今天我可就不客气了。来四奶奶家还客气，想吃你就放开吃。接着王富贵把鱼做好后，红烧肉烧豆角。魏刚哥说啥都不让王富贵再做了，说按照他这样做法，再大的家底都不够拜的。魏刚哥，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师？今年年底我就能出师了，但按照规矩，我还要在师傅那边做3年呢。难道真的要3年学艺，3年效力吗？富贵，你脑袋真没有被摔傻吗？那个学手艺不是3年学艺，3年效力，这都是规矩。我不是想着现在是新社会了，这些以前的规矩不都已经被抛弃了吗？你看来读书读傻了。富贵，你想手艺在别人那，收谁为徒那都是别人的自由，是不是？还有想拜师的人可都排着队呢。你真的以为像学校一样，你不好好学习，老师还会说你？再不听话就找你家里人，在师傅那边你表现不好，直接让你回家去的。你从这个师傅这被赶走了，那其他师傅那边更不会收你，这样也就意味着你学手艺这条路断了，知道了吧？还有你学好手艺不跟师傅干上3年，这个事情让别人知道了，以后你也就接不到活，没有主家愿意找一个人品差的师傅。所以说想学艺要先学做人。王富贵听着魏刚哥的解释，沉思一会，还真是这么回事。师傅教你谋生的手艺，也就是等于让你有了再次改变人生的机会。这样的恩情大过天，一个改变你命运的人你都不尊重，别人怎么相信你能把活给做好？我明白了，魏刚哥，不说了，收拾一下，我们就等爷爷他们回来一起吃饭吧。行，我看看锅里猪肉炖豆角咋样了。在饭都吃不饱的59年代，别人工作1个月才能换到1只王八，而这个男人却能轻而易举得到，只因男人带着空间物资穿越而来。吃完饭后，在家里并没有待多久，王富贵就和魏刚哥一块去上山玩去。富贵，我们多久没有好好进山转转了？想起来好像还是你初中毕业那年吧。有3年了，每次假期回来只有几天时间，或者就有一堆作业。现在好了，我后天去报道上班，以后回来的机会就更多了。那你以后回来可不能再赶夜路，咱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有一次教训就行了。走，我们再往里面去看看。2个人继续往里面走着，一路上2个下了一些简单的套子。王富贵走在后面，路上大概在不远处的几个野鸡还有2只兔子都被王富贵收进了空间里。又走到1/3路程后，走在前面的魏刚哥停下脚步说道：富贵，我们就在这边待一会就回去吧，再往里面去就没路了。行啊，那我们还是去溪水边待会吧，顺便喝口水。到了小溪边，很快王富贵就看到了一只大概有3斤多的甲鱼。王富贵用最快的速度把甲鱼收到了空间里。魏刚哥，你看那棵树上有个蜂窝，看造型好像不是马蜂，好像是蜜蜂。这里还有这玩意。富贵，等一下我去找一些半干的草，把这个蜜蜂熏走。这么大，估计能有不少蜂蜜。这些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太简单了，很快蜂窝就取了下来。走，现在就回家，我估计最少能出2斤蜂蜜，这可都是好东西。很快2人就回到王富贵家，时间差不多已经下午4点多。你们2个不要命了？这么大的蜂窝有多少蜜蜂，你们不知道吗？二奶奶，没事，快拿罐子来，这么大的蜂窝，我看看到底能出多少蜂蜜。用盆把蜜取出来，取完后再装罐子里。这样的事情对于王富贵还有魏刚哥俩实在太轻松，一片一片的剥开，里面的蜂蜜不用动手已经开始流出来了。文香站在边上看着，那眼神不用猜就是想吃上一口。你尝尝看看甜不甜，甜的话就去把毛蛋和狗剩都叫来一起吃点。你们就惯着这丫头吧，哪有蜜不甜的？文香，你去把2个弟弟给叫来。王富贵差不多把蜂蜜弄完，就听到院子外面狗蛋在喊：二叔，我要吃蜂蜜，我要吃蜂蜜！快吃吧，只是不能吃太多哦，不然牙就要疼了。你弟弟和文香呢？文香姑姑背着弟弟在后面呢。接着拿到蜂蜜，狗蛋也只是用舌头舔着。有3斤蜂蜜，不少了。对了，魏刚哥，这些蜂蜜你拿1半回去给大爷爷平时冲水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带回去早晚给毛蛋兄弟2个解解馋。装好蜂蜜后，王富贵还给了一块大概2斤的野猪肉。魏刚哥拎着装有蜂蜜罐子，另外一只手里拎着猪肉就回家去了。第2天洗漱好后，来到屋里就看到桌子上有一大碗的饺子。都说上车饺子下车的面，王富贵看着这碗饺子出了神。大孙，愣着干嘛？快点吃吧，你立粮书我估摸着再有一会就到了。奶奶，
这个白面哪里来的？我记着家里没有白面的。这白面是你大爷昨晚安排魏刚送来的，说你去4、9城上班，怎么的早上也要吃碗饺子。都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快吃吧，猪肉豆角馅的，可香了。王富贵吃着饺子，心里想到，前世自己离开孤儿院时候吃的也是饺子，而且馅也是猪肉豆角馅的，后面在社会上再也没找到同样的味道。吃了一半后，王富贵放下筷子，是不是噎着了？快喝口饺子汤，原汤化原食，这滋味才好呢。听着奶奶的话，王富贵端过饺子汤，一口全部喝下去了。你这个傻小子，怎么一口全喝下去了？喝下去这么些饺子怎么办？奶奶，我吃饱了，剩下的饺子你吃吧。你这个傻小子，你以为奶奶不知道你想啥？乖，再吃2个。今天起的早到中还好一会呢，别饿着。不吃就不吃吧，剩下的等下2个丫头醒了给他们吃。上次吃饺子还是过年时候。爷爷，我去上班就挣钱了，还是做的采购，我们家以后肯定能经常吃饺子。爷爷听到王富贵的话后，脸上立刻严肃起来。在记忆里，王富贵还没见到爷爷这么对自己。富贵啊，你现在长大了，马上就是工人了，但是爷爷还是要交代你几句。爷爷你说，我听着。你是采购，但你要记住了，你是工作上才买东西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不该伸手的千万不要伸手，不要想着让家里面过得好就乱来。如果让我知道你乱来，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孙子。爷爷，你放心吧，我作为采购，我肯定不会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我听老师说过，采购在完成任务的前提下，可以自己花钱为自己采购一些东西，这一点爷爷你别说我就信。这个可以，但一定要把工作的任务当成首要的。老头子，我们孙子啥样品行你还能不知道吗？说这样干嘛？奶奶，爷爷这也是为我好的，怕我被东西迷了眼。行，懂得就好，去那边好好工作，记着好好工作，先把自己安顿好，再做别的事情。爷爷你放心吧，报到后我就去街道办把房子事情给办理好。爷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里面都是一些毛票，还有一些其他的票据，说道：富贵啊，你去上班，开始工作还没发工资，这个钱还有一些票你拿着，虽然不多，但也能把这个月给对付过去。王富贵看着面前的钱，里面最大的就是1块的额度，更多的是1毛，甚至还有不少1分的。看着这些，王富贵眼睛突然就湿润了，声音有点哽咽，说道：爷爷，这些我不能要，这些年我在学校也攒了不少的钱还有票，够我在4、9城生活的了。你攒的是你攒的，这些是爷爷奶奶给你存的，拿上吧。再说穷家富路，你一个人在4、9城才上班，缺长补短怎么办？再说你刚刚去人生地不熟的，找谁帮忙？拿着吧，爷爷奶奶在家怎么着也能过。拿着吧，大孙，我们在家里也饿不着的。再说有啥事情，虽然那2个东西指望不上，不还有你大爷他们一家的吗？你就放心拿着吧。王富贵拿钱面前的钱还有票据数了数，总共12块2毛3分，其中只有1块的5张，其余的都是1毛1分的。这个钱拿在手里实在是太重了。大孙，大喜的日子哭啥？别担心家里面，好好上班，争取明年娶个媳妇，再给奶奶生一个重孙子。奶奶，我才多大啊，就结婚？不小了，你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2孩子了。王富贵突然想起来，他做采购基本上留在厂里少，更多的还是在4、9城周边，而且大家都是分区域的，没事的时候完全可以回家的。奶奶，我想起来了，我做采购待在4、9城时间比较少，更多还是在外面跑，有时间我就可以回来。富贵啊，时间不早了，收拾一下我们就走吧。王富贵的话刚说完，就听到院外丽良叔声音了：丽良，来家里坐会，富贵东西已经收拾好了。四婶，不了，俺爹交代了，早点给富贵送到厂里，不能耽误他报道事情。接着，王富贵拿着行李来到院外，这时2个妹妹也被吵醒了，一起来到院外。行啊，爷爷奶奶，你们回去吧，现在外面露水重。行，看你走了就回去。丽良，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四叔，你就放心吧，我肯定平平稳稳的给我大侄送到。王富贵和丽良叔装好东西，就从家出发了。王家洼离4、9城只有20公里而已，完全没必要这样。主要还是现在交通不方便，回家都是步行。现在1周又只休息1天，所以才会这样。富贵啊，可还做得惯？挺好的叔，我看我们河里的水位下降不少，现在浇地是不是要人挑了？还没到哪一步，但估摸着再不下雨就要人挑水抗旱了。富贵你就别操心家里面，四叔那边有我们家在呢，你可是我们王家第一个进城的，你只要好好上班就成，其他事情不用你操心。2人就这样聊着，没过多久就到了4、9城国营第一纺织厂大门口了。富贵，厂子到了，你先进去吧，要不要叔在这等你，帮你把家收拾一下？叔，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估摸着厂里分的房子离这里应该也不会很远，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行，那叔就回去了。你一个人在4、9城注意，不要和人起争执，什么事情忍忍就过去了，咱们不能和那些城里人比。叔，你放心吧，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是工人，谁敢欺负我这样的，你就放心吧。成，你有数就行，但还是别和人斗气，注意一点。进去吧，叔先回去了，到家还能挣1半工分呢。说完就走了。王富贵看了一会，才转身往厂里走去。同志你好，我是今年中专毕业，分配到我们厂上班的，这是我的入职单。行，没问题的。看到北面那个3层小楼没？你去到2楼最东边靠南办公室，找人事科报道就行了。谢谢你同志。来到行政楼里面，
王富贵直奔人事科的办公室。你好，请问新人报道需要找谁？你把单子给我就行。王富贵连忙把入职单递了过去，对面看了看单子，又看了看王富贵。你中专毕业，还是采购科的，小伙子这个工作不错。做啥都是一样的，都是服务。你这个小伙子思想觉悟还挺高。行了，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去见我们科长。行，大姐，还不知道您贵姓？叫我吴大姐就行了。大姐，我才来咱们厂上班，但我有几个同学关系不错，分配在供销社还有肉联厂的。如果以后需要啥物资，你和我说，我看能不能给你弄到。王富贵想着先把大饼画出来，再打听一下一些内部消息。小王，你可不能诓大姐我，你这样说大姐我可是当真了。我怎么能诓你呢？说真的，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感觉你特亲切，所以才和你这么说的，别人我可不会说的。行，那以后大姐可就找你了，到时候可不要说不行。放心吧，姐，弟弟还能骗你不成？你就放心吧，只要是吃的我怎么都给你弄到。你既然叫我姐，那你这个弟弟我认下了。你是我弟弟，我就告诉你，等一下分你房子时候，宿舍别要，按照你这样应该住楼房的，但是别要，现在可没有楼房。你要是要楼房的话，只能等。厂里最近1年都没有建房子的计划，还有就是你要大杂院，到时候你可以都有一间房，算是你不要楼房的补偿。算了吧，等一下我带你去房管处。姐，谢谢你，下次回家弟弟带条大鲤鱼送你作为感谢。姐，你要不和我说，我哪知道这些门道。行了，跟姐走吧。说着就带着王富贵去了人事科科长办公室。科长，我们厂新分配来的中专生是采购科的，你看一下。赵科长是一位看着不到40岁的中年男性。不错，高材生，我们国营第一纺织厂现在正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多才上班，还是要向各位前辈学习。能进入我们国营第一纺织厂工作，是我的荣幸，也是运气。王富贵的话也只是让这位赵科长抬起眼皮看了看自己，确定没有问题后，爽快的在文件上签了字。吴大姐拿着文件就离开了办公室。走，姐姐带你去房管科，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分好房子，再带你去采购科报个到，那在纺织厂这边的事情就办好了。吴大姐一边走边说道，不知道是对谁都热心，还是自己沾了职业的光，这王富贵就不知道了。房管处在1楼最西边的办公室。姐，你现在怎么有空来我这边？你们那边不忙吗？这位是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三姐，以后有啥好东西，别忘记你给三姐也带一份。三姐，你好，我是采购科新来的采购员，我叫王富贵。你既然叫她大姐，那叫我三姐就没错，我还是真的是她亲妹妹，所以你说叫错没？富贵，你认识吴军不？王富贵这才明白过来，合着这是吴军的姐姐。吴军和王富贵在一个宿舍3年，而且关系一直不错，怪不得吴军那家伙看到王富贵被分到了第一纺织厂时，笑到那叫一个得意。你们是君子的大姐，三姐。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不好意思大姐，三姐，君子这小子真的一点都没有告诉我。行了，没事的，君子毕业回来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了。现在这个大姐，三姐没叫错吧？姐，君子现在去上班没？我还想着安顿下来去找他玩呢。他昨天去报道了，但明天要跟着他们领导去草原出差，估计要好久才能回来。等他回来我告诉你。行，大姐，那君子回来你一定要告诉我。三妹，你看看给咱这弟弟找个好一点房子，他不要楼房，等那楼房还不知道等到哪天啦。三姐吴红霞一直没说话，但是一直在看手里的登记册。那肯定，自家弟弟那必须照顾好了，不然君子回来肯定埋怨我。找到了，这个地方不错，房子也够大，只是离咱们厂稍微有点远，但你是采购科的，配自行车的这点路程不算啥。大姐，富贵你看看，这个南锣鼓巷99号大院，这个是一个3进的大院，后院还有3小间房子，外加一个耳房，你看可行？其他离咱们厂近的院子不是太小，就是太差了，里面住的不少都没有工作，或者是一家就一个工作的。南锣鼓巷是49城很有名的一个胡同，属于东城区那一片，那一片住的都是达官贵人，所以院子都修得相对好上很多。而且现在给自己一个3小间带一个耳房，那可是不小了，就是后面爷爷奶奶还有妹妹都接过来，也绝对能住得下。就是这个院子远一点不碍事，有自行车多等几就的事，给你感觉咋样？我虽然在49城上学，但对这些真的不了解，我相信2位姐姐的选择。三妹，你把单子开了吧，到时候自己去街道那边拿钥匙，顺便把手续都办理了。接着三姐吴红霞爽快地开了单子，递给了大姐。好了，那边直接找王主任就行。三姐，我先去采购科那边报道，还要麻烦大姐带我过去一下。大姐，你带去吧，我就不去了。
弟，咱们走。说着就带着王富贵去了采购科。采购科属于后勤处，包括房管处同样如此，只是采购科在单独的一个地方。何嘉诚，你们科长老才在不？原来是红梅，你可是稀客啊！蔡科长在办公室呢，今天过来有事情。我给你采购科送人够了，这科是高材生，中专毕业，也是我弟弟。欢迎加入采购科，红梅，这可以安排给我们一组不？这个事情还要听老蔡安排，我们都做不了主的，不了了，我带我弟进去了。说着就带着王富贵往科长办公室走去。老蔡，我给你送人来了，你可要给我好好照顾，不然我叫你姐夫收拾你。红梅，注意一下影响。行了，和你说一下，这位是我弟弟的同学，关系不错，自己人，你可要安排个好师傅带带。小军的同学那就是我弟弟，肯定照顾好。我给他安排给张红静，让他亲自带，可以不？富贵，这都是自己人，来的路上我也和你说了，采购科的基本情况，你自己选。姐，我还是想做计划外的采购，虽然计划内的稳定，但是我还是想锻炼一下自己能力。姐，你看行不行？你想好了就成，有啥问题你就对采购就行了，大家都是实在亲戚。那就先去3组试试看看，如果不行再和我说，我再来想办法。谢谢科长，我肯定会好好努力。老蔡，我走了，人交给你了，你可要照顾好。很快大姐就走了，屋里就只留下蔡科长还有王富贵，还有一个刚进来的中年人。科长，你找我啥事情？老张，这个是红梅弟弟的同学，也都是自己人，所以安排你带带，你看行不行？行，但是科长，我要把话说在前面，现在下面东西不好收的，到时候要是转正不了，你可别怪我。你好好带就成了，其他我有数的。那行吧，我知道了。你今天第一天报到，跟我去领取一下东西，明天我再和你说一下情况。富贵，那你就跟你师傅过去吧。接上集，王富贵跟着张红静出来后，来到3组的办公室。今天周一大家领了任务都去乡下了。对了，富贵，你老家是49城的还是哪里的？师傅，我老家是49城城外红旗公社下面王家洼生产队的，离49城不远，大概20公里这样。红旗公社的那边是轧钢厂的采购片区，你家里可有公社熟人？王富贵已经知道这些厂都有自己固定的采购区域，但如果公社有熟人，那这些就挺好解决的。师傅，公社没啥熟人，但我大爷爷应该有认识。我大爷爷是我们王家洼生产队的队长，他一直挺照顾我的。等你收拾好安顿下来，回去一趟，看看你大爷能不能在公社帮忙说说话。那我收拾好后就回家找我大爷一趟。先把自行车给领了，你今天还有不少事情呢。有自行车也方便，会骑吗？会骑，在学校时候吴军教我骑过。很快，王富贵在师傅的带领下，来到后勤仓库，选了一辆28大杠。你先去忙吧，安顿好，后天来找我一下，我给你安排工作。王富贵看师傅走后，骑车离开了纺织厂，来到保卫科门口拿一下行李，又登记一下信息，就往街道去了。大爷，请问一下王主任在办公室吗？小王这个点应该还在办公室，你要找他就快点，马上就要吃饭了。王富贵离开门卫室后，还回头看了看，能叫街道办王主任小王，看来这个老头也不简单。49城现在每个单位的门卫室老头都不能小看。同志，你找谁？有什么事情吗？不好意思，我找王主任。是这样，我是刚刚入职第一纺织厂的采购员，这边是我的证明。里面的50岁不到的妇人接过王富贵手里的证明后，看了一会，又抬头看了看王富贵。王富贵，中专采购科的高材生，欢迎入驻我们街道。王主任，我是啥高材生，都是为了工作。好的，走，我带你去你们大院。那太感谢王主任了，只是不知道耽不耽误您吃饭。没事的，迟一点回来不碍事。正好路上，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入驻大院的一些基本情况，顺便再把手续给办了。王主任说着，从抽屉里找出一把钥匙，又从抽屉里的一个大档案袋里找出一个文件，拿出文件后快速的签了字，然后就让王富贵签上。这个房子以后就你住了，因为这个房子是你们第一纺织厂的，所有每个月2块钱的租金直接从你工资里面扣除。王主任说着，把文件1分为2给了王富贵1份，另外1份又放进档案袋里。王主任在前面走着，王富贵快走2步追了上去。南锣鼓巷在49城也算是很有名气，在我们街道也属于文明胡同，里面住了不少人家，就单单你住的99号大院里就有19户人家，107口人，现在算上你真好108人。因为人口多，所有就前中后3个院子各安排了一个管事的，平时就是协助街道办处理一些邻里之间的小摩擦，或者协助传达一下上面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进入，如果有可疑人员，
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及时汇报到街道办。前院管事的是一位大妈，她在我们街道办宣传口工作。中院的管事的是红星中学教导处主任，平时话不多，人比较严肃，但为人公正，处事公平，也很符合他职业。你所在的后院管事的是在粮站上班，为人是个热心肠，大家只要找他帮忙，只要能做到就没有不答应。王主任，向你打听一下，我们是99号院，那是不是应该有个95号院？没有95号院，那怎么能排到99号院的？那95号院里面是不是有个叫傻柱，在轧钢厂食堂做厨子？没有，95号院里面没有住户是厨子，倒是98号院里有，也就是你们隔壁的院子里有个厨子，带着一儿一女生活，父子2个都是厨子，同样在轧钢厂上班。怎么了？你认识他们？两人没走几步就来到了99号大院了。王主任，今天怎么这个点过来？是有啥事情要传达的吗？没有说啥事情要宣布，就是你住的后院，不是有几间空房子没人住吗？这不我给带过来一下。行，那跟我一起走。林奶奶在前面走着，王富贵和王主任走在后面。富贵，坐北朝南东边3间，再加上边上耳房，这3间是你们纺织厂的，剩下那个3间是轧钢厂的。现在还没安排人住进来，我把门打开，你看看，如果没啥问题，那就再签个字。王富贵走进去看了看，正房3间面积还行，大概有60来平，这个耳房面积大概有5、6平的样子。整个房子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人住，也没有人打扫，所有显得比较破旧。好好看了一圈，几间屋都没有漏雨的痕迹。富贵，你才上班又是一个人住，街道办仓库里有一些旧家具，你可以去挑选一下，价格也不贵。像你这么大的房子，收拾起来估计最多也就只用10来块钱。行了，你自己慢慢收拾，我先回去了。对了，下午早点过来，把户口还有2本，其他东西都一次性办齐了。王主任交代完就走了。收拾完卫生后，院中有一个60来岁的大妈和王富贵打招呼：“小伙子，你是我们院新来的住户吧？”“是的，您好，我叫王富贵，在纺织厂上班，就住在后院。”“我也是住在后院的，你叫我鲁大娘就行了。”“鲁大娘，我先去倒垃圾，等一下下午还有不少事情要办呢。”“你先去忙，家里缺啥可以来我们家找我。”送出2次垃圾后，王富贵再次站在屋里，不由得点了点头。这才有点家的样子嘛！现在去街道仓库里买一些不知道几手的家具吧，将就用着吧。在屋里洗漱一下，王富贵就推着车子往街道走去。没走多久，就进了一家小的国营饭店。下次早点来，不知道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下班了。说吧，想吃啥？同志，不好意思啊，今天刚入职收拾屋子，忘记时间了，麻烦您给我来一份炸酱面吧。不知道是王富贵的解释让对方态度好点，还是王富贵道歉让对方心里舒服不少，脸色不再难看，但是语气还是不耐烦说道：“行了，知道了，3两西凉票，1两肉票，再加2毛钱，给钱吧。”王富贵客客气气的从口袋里掏出钱和票给了对方，对方扭头就走。大概不到10分，1碗炸酱面被端上来。抓紧吃啊，还有不到20分钟，别耽误我们下班啊。放心吧，同志，绝对不耽误你下班。王富贵端起碗就开始大口的吃了来，可能是真的饿了，还是这个肉酱炒得不错，只用了5分钟左右，1大碗的面条就吃完了。到了街道办时候，还是向门卫大爷打听了仓库，还有办理各种证件再来。最后大爷还告诉王富贵，叫他先去隔壁公安所办理户口。同志，请问一下，我没有父母，妹妹是跟我一起生活的，只是他们现在还在农村，但都没成年，可以把户口转和我一起吗？师傅，这位同志父母都不在世了，2个妹妹都没有成年，能不能把他2个妹妹户口也转到他名下啊？他只要他们公社开一个证明，证明他是户主就行。同志，你听到了吧？还有啥问题没有？王富贵没想到这么简单，那安顿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2个妹妹户口转到城里，到了困难时候就可以把他们都接到城里，爷爷奶奶也可以接来城里，3口人口良云一下也比在农村强。转户口时候，只要说为了大妹以后好找工作，2妹能好上学，估计爷爷肯定没有意见的，毕竟谁都知道城市户口有定量的。谢谢你了，同志，我没事了，我这2天回家一趟，后面还要麻烦你一次。到时候你把你自己户口本带上啊，还有把你2个妹妹也要带过来的，